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，老公陪我丁克3年后出轨了。他说他太想当爸爸了，求我放过他。离婚后，我一份报告单甩到他的脸上，他当场被吓傻在地，三观都碎了。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我不会相信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说会爱我一辈子的男人居然出轨了。就在10分钟前，我的丈夫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在产科门口等待。那女人笑容满面，不停地抚摸着肚子。我的丈夫温柔地握住女人的手，两人脸上带着憧憬的笑容，估计是在幻想着小孩出生后的生活吧。我躲在一旁，看着两人互相依偎，脸上堆满笑容，仿佛在憧憬孩子出生的场景。我顿时觉得恶心，胃部酸胀酸胀的，立刻要吐出来。我给陆静文拨去电话，老公，我肚子痛，能不能陪我去一下医院？宁宁，我现在正忙呢，你能不能晚点去呢？先吃点药啊，等我忙完再去找你。他一边和我打电话，一边却低下头去亲吻那个女孩子。我掐着手心，好，那你今晚回来吃饭吗？不回了，今天公司团建，你不用等我了。他应该不记得了吧？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。5周年纪念日，他却陪着别的女人在产房等待产检。那女人看上去应该怀孕5个月了吧？我落荒而逃，脸上长长的2条泪痕。他以前从来不会说谎的，每一次工作外出都会和我报备。他以前会记住我的生理期，记住我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，一次不落。陆静文从来都是很细心的，他会在我肚子痛的时候请假陪我，煮粥给我吃，哄着我睡觉。原来陆静文的那些细心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，他能对我这么好，转头也能对另一个女生好。往事像电影似的，一幕幕涌上心头。回到家中，我只觉得身体好像经历重创，腹部更痛了。我蹲下身捂着肚子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你看看你，要不是你这么不注意身体，小孩早就有了。结婚都5年了也生不出，叫你们去做试管，还要让静文陪你做什么狗屁丁克。婆婆见到我一顿数落，上个星期她才过来劝我和陆静文做试管婴儿，几乎每天都来，话都不重样的。婆婆不停地唠叨，我的头越来越痛。我冷声制止她，妈，能不能让我安静安静？说你还不乐意听了？我们家就静文一根独苗，不生小孩，以后要断子绝孙了。是我不能生吗？妈，你错了，是你那宝贝儿子不能生。我没有把话说绝，我们已经决定丁克了。妈，你不要再多说了。什么狗屁丁克？没有小孩以后老了都没人养没人问，生个病也没人忙前忙后关心，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年轻人不要太自私，多的是人做试管，人家能做，你怎么不能做？我拿着手机给陆静文发消息，你快点打电话让你妈回去。陆静文当初为了孝敬他爸妈，便买房在同一个小区，我对他言听计从，没有意见。现在想想真是自作自受，每天累死累活，还要被这种人摧残。婆婆接了电话，脸上藏不住的愉悦，不知道那头的陆静文和她说了什么，她看起来很开心，但临走前还是要数落我。一个女人天天就知道工作，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我对她，不赚钱像你一样想买件衣服都找老公伸手吗？陆静文打电话给我，和我说对不起，尽量早点回来。我没忍住，挂断电话哭了起来，回忆像潮般涌来。
我和陆静文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那时候他是学长，我是学妹。迎新晚会上，他唱了一首文艺的民谣，从那以后我就迷上陆静文了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室友都说我恋爱脑，我为了陆静文天天早起去蹭课，老师们都调侃我是陆静文的小跟班。每天早上我给他带早餐，风雨无阻。会因为他的一句话，傻傻地站在男生宿舍楼下等他，可他见到我之后，才说和室友开玩笑的。他们在打赌，他一个电话，我会不会屁颠屁颠等在宿舍楼下，和他蹭了2个月的课，趁着他睡着的时候偷吻他。陆静文握住我的脖颈，强吻了我，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在一起了。前妻陆静文真的很好，她会记得我的喜好，知道我不爱吃香菜。每次和她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她都会跟我和老板说一句不要香菜。她会给我准备很多小惊喜，虽然都是不值钱的玩意儿，但那时候的我真的乐在其中。一毕业我就迫不及待嫁给他了，他说过的会对我好一辈子。可是我们才结婚5年，他就受不了这种生活了吗？陆静文半夜才回家，开门声音响起，我闭上眼睛假装已经在梦中。他洗漱后上床环抱住我，我往里边躲了躲，真恶心啊！白天陪着小晴儿亲热，晚上回来找老婆。陆静文吻了吻我的脸颊，我推掉他的脸。陆静文略微不耐烦，宁宁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不这样的，以前你那么温柔，那么善良，你现在为什么对于这点小事斤斤计较？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不就一个结婚纪念日吗？年年都过，年年都一样，我真有事推不开，不是和你说对不起了吗？原来他都记得，他记得今天是结婚纪念日，只不过他不想再费心思哄我开心罢了。他的耐心，他的细心，早就给了那个女孩。我真是傻，傻傻的相信他很爱很爱我，相信我们之间没必要为了世俗的眼光去生孩子，没必要用孩子去维系感情。我冷笑一声，是吗？你的意思是和我的婚姻变得没意思了吗？我可没这么说，别这么不可理喻，我都和你道歉几遍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差不多得了啊，我很累没心情更吵。那就各自冷静冷静，我抱着枕头去客房睡觉。他没来哄我，也有可能抱着手机和小晴儿蜜里调油。原来不爱了是一瞬间的事啊。从那天之后，我便和陆静文分房睡了，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对他的态度十分冷淡。他心情好的时候就和我求和，软着态度和我说话，仿佛那是他的恩赐，我一定要接受。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说我不识好歹，真是可笑。我找他要车去调取了行车记录仪，两人暗度陈仓很久了，起码去年的时候就在一起了。行车记录仪里记录了太多太多他和那个女人的不轨之事，真是恶心到我想吐。他居然能在同一天接完我，把我送到家，再去找那个女人亲热，之后再回家。他的小晴儿叫白子林，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实习生，和他在一起1年半了，两人经常趁着工作的时候悄悄偷情。白子林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神色里都是傲慢以及得意。我凝眉看着他，心想他要是知道陆静文其实不能生是什么反应呢？你就是静文哥的老婆吧？我和静文哥是真爱，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吧。你又生不了，给不了他想要的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年轻女孩，她身上背着名牌包包，穿的都是一整套小香风。陆静文真是大方呢。陆静文没有叫你藏好。你说要是公司领导知道他道德败坏，会不会强制让他停职呢？白子林气的脸都扭曲了。
你知道静文哥有多想当爸爸吗？你给不了他想要的。他知道我怀孕的时候，高兴的整个人都跳起来了，还说一定会给我们母子一个名分。静文哥早就不爱你了，他跟我说，等孩子出生了，就和你离婚，给我一个名分。我忽然笑了起来，脸上镇定自若，真是荒谬，怎么会有人出轨了还这么趾高气昂？我一针见血道，那你又知不知道陆静文其实不能生？他要是知道自己是背锅侠会怎样呢？至于孩子他爹是谁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白子林气得嘴唇发抖，一双眼睛恨恨地盯着我。明天我就会和他离婚，渣男配绿茶天生一对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我微笑地看着他。陆静文还没发觉我已经在默默搜集证据了。我趁着他睡觉的时候查看他手机记录，他的密码是我无意中看见的，不是我的生日，也不是任何一次纪念日，有可能是那个女人的生日。男人就是如此，不爱了一切都要斩断。他和白子林基本上每天都在聊天，他对白子林说好期待孩子的出生，他就要当爸爸了，盼了好多年。他说没有人不想有后代，和他丁克3年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很对得起他了。我面无表情地将聊天记录拍下来，并且保存上传。还有他发给白子林的每一笔钱，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到时候我要让他一笔一笔还回来。这天，陆静文回来带着一身的酒气，大概是出去应酬了。他像个大爷似的躺在沙发上。老婆，你最近怎么了？一点都不温柔。以前我喝醉了，你都会给我煮醒酒汤，还会抱着我哄我睡觉。我站在他面前，双手抱胸，声音不咸不淡。陆静文，我们离婚吧。你在开玩笑吧？离婚离什么婚？我为了你丁克3年，还不够好吗？有哪个男人能做成我这样？你也知道，我就我家一个独苗，我妈天天给我压力，你有帮过我吗？陆静文虽然喝醉了，但胜在意识特别清楚。想想当年我真是傻，居然为了这种人的自尊心帮忙打掩护。他真觉得他为了我丁克是我的荣幸。真想知道他发现自己不孕是什么反应。我冷冷笑着，你和我丁克，然后转头去找人生。你当我傻什么都不知道是吗？然后趁这段时间偷偷转移财产，给你孩子做保障，等到时候再离婚是吗？算盘打得真响亮。陆静文整个人愣住了，呆呆的，他估计也没想到我居然会撞见他出轨吧。陆静文伸手拉我的手，我狠狠甩开他，不想被这种人碰，恶心。陆静文慌乱要抱住我，啜泣着说，我真的太想当爸爸了，不怪我，是你不能生。3年了，我真的很羡慕那些有小孩的家庭。当爸爸仿佛成了我的执念。陆静文试图抱住我，我推开他，你不要碰我，我嫌脏。宁宁，你不知道，每次公司有人讨论一家小孩怎样怎样，我多羡慕。每次我妈问我们怎么不去做试管的时候，我多难受。我为了你才丁克的，我们完全可以去做试管，可是你一直坚持不生孩子。曾经我也以为感情不需要孩子来维系的，可是每天面对同样的一道菜，人怎么可能不厌呢？我仰天大笑，你只是为了你的私欲找借口罢了。你说你妈给你压力，可实际上你妈妈数落的只有我，她觉得我不能生，想方设法让我们做试管，又或者她还可以提出更过分的要求，让你去出轨。你和你妈妈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你以为不好受的只有你吗？窗外的月光越发清冷，客厅里陆静文颓然坐在地上。过了很久他才开口，离婚吧，我太想当爸爸了。
我要给孩子一个名正言顺的家庭，我要让他和别人一样有爸爸妈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按理说，我这样做也很对得起你了。我的心被刺痛的难受，要是能看得见，一定是红肿流血的。我眼泪滑落，脸颊冰凉凉的。离婚吧，明天我要告诉你个秘密。第二天到了民政局，我和他先后来的。我没想到他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，他把白子林也带过来了，打算前脚离婚，后脚领结婚证。白子林看着我有点心虚，他不敢直视我的目光，我反而饶有兴味打量着了他。恭喜你，终于如愿以偿当上爸爸了。陆静文也有些尴尬，表情不自然地说：赶紧进去吧。你带他来是准备离了就结婚？陆静文不耐烦地皱眉：宋宁宁，你不要无事生非好不好？他真是很迫不及待呢。我也很迫不及待想看到他崩溃的样子。拿完离婚证之后，他喜上眉梢，碰见我又装作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财产分割我建议平分，我的孩子出生不能没有保障。陆静文和我讨论财产问题，我不同意，你出轨了是过错方，我会提交让我的离婚律师处理的，我直截了当拒绝。我的话明显是戳到他的痛处了，他差点跳脚。我没有孩子，因为谁？于情于理这几年我对你够好了，宋宁宁，你别得寸进尺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这么贪心。陆静文像个跳梁小丑，破口大骂。白子林站出来，可能是怕我戳穿他，他低眉顺眼：宁宁姐，孩子还没出生，真的不能没有保障，你也是女人，会理解我的吧？我嫌腻他，关我什么事？又不是我的孩子。可是是我的孩子，我没有孩子还不是因为你，你没有孩子也不是因为我。我终于说出口了，所以那不是你的孩子，因为陆静文你根本不能生。我的话像一阵惊雷，一旦激起千层浪。陆静文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皱着眉，脸上写满了不相信。还记得当年我们去体检吗？你没空，所以我去拿检查报告，显示你是弱精症，压根就不能生孩子。为了你所谓的男人尊严，我把过错揽在自己身上。你说没关系，我们丁克，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，可是没到1年你就开始各种怨气。是我不能生吗？是你，陆静文，你才是不能生的那个。说出来之后，我顿时舒畅了很多，终于把这件事说出来了。陆静文三观都被震碎了，人颓废地坐在地上。白子林不敢上前，只能瞪着我。我直接把检测报告甩到陆静文脸上，他颤抖着手看着报告，眼红的能看到一堆红血丝。我舒服了。陆静文崩溃的神情我能记一辈子。他的爸爸梦没了，他展现父慈子孝的机会彻底没了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所以孩子是谁的？陆静文恶狠狠地看着白子林。白子林哭得梨花带雨，他抓住陆静文的手，仿佛抓住救命稻草。静文哥，我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我以为是你的，可是我也没想到你不能生呀。我转身离去，听着这两人的对话，我简直觉得可笑。大概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可怜，他们活该，活该没有孩子，活该孩子不是他的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陆静文自找的。我走出民政局的大门，看着天空晴空万里，碧空如洗，我深深吸一口气，舒服畅意。我把所有的聊天截图和记录都发给律师，陆静文几天不见都变得落魄许多了。陆静文红着眼看我，宁宁，离婚私下解决吧，没什么要闹这么大，我只是在走正常流程而已，
你不是早就想离了吗？法律保护无过错方，你到现在还没认清你自己的过错。陆静文声音沙哑，整个人很没精神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那件事？你自以为是这样就能保护我了吗？是你让我一直活在欺骗里，真是可笑，典型的先发制人，自己有问题却说是我的错。我看着陆静文，现在我不会再为他流一滴泪了。心死的人怎么会心疼别人呢？想想以前他多温柔啊，从来不会怪罪于我，现在呢，自己的错还要怪在我身上。陆静文，那你呢？一直以为我不能生，表面上说不嫌弃，实际上很嫌弃的要命吧。结婚纪念日你明明记得的，可是你就是不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需要我呀。所以呀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财产？陆静文呐，陆静文，当初你一穷二白，我还是嫁给你了，和你一起奋斗，你却明里暗里嫌弃我不能生。陆静文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他大概是愤怒了，开始口不择言。宋宁宁，日复一日的生活你不厌，你只不过是比我克制了点而已，你也厌了对吧？既然如此，财产全部归我，我睨他一眼，不愿再看。公公婆婆知道我们离婚之后，第一个堵上门，他气势汹汹，仿佛拎着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。你这女人怎么那么狠心，剥夺他做父亲的权利，为什么要说出来？明明他快要当爸爸了。他这意思是我剥夺陆静文做爸爸的权利。陆静文妈妈冲上来抓住我的胳膊，两人互相配合，想要打我。老太婆被我抓住手腕，狠狠甩开。老太婆想撒泼打滚，坐在地上哭着说我打她。我不说那小孩就流着你陆家的血吗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诅咒我们家断子绝孙，对你有什么好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老太婆坐在地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宁宁，就算妈求你了，财产平分行不行？我说了不算，法律说了才算。我居高临下看着他，心里冷冷的。公公还好说话一点，他低声下气求我不要起诉了，让陆静文分一半的财产吧。我面无表情道，他伤害我在先。婆婆破口大骂，你这种女人就算离婚了也没人要，斤斤计较不就是出个轨吗？男人犯一次错怎么了？那是不是公公出轨你也能接受呢？我反问他。老太婆哑口无言，斜眼恨恨瞪我，气得手抖。我淡然喝了口水，看着陆静文妈妈又可恨又可悲。有件事我想公公应该要知情，陆静文压根就不是他爸的亲生儿子。我得知陆静文出轨之后，便偷偷拔他头发和他父亲进行 DNA 检测，结果显示他并不是他爸的儿子。老太婆丝毫没有意识到我接下来的话有多严重。什么事？公公正准备要走，这份报告您看一下吧。我微笑地看着他们。陆爸爸拿着亲子鉴定，瞬间瞪大眼睛，气得面红耳赤，整个人快要炸掉了。婆婆脸色变得铁青，她也看到了那份报告。你这个老太婆，我他妈帮别人养儿子几十年，我打死你！公公正在气头上。男人抓住女人的手腕，啪的一声，猝不及防扇了她一巴掌，速度快到我来不及制止。婆婆尖声叫吼，都是我的错吗？你们家就生不出小孩，你也一样，生不出就是生不出，我还不是怕离婚。反正你也养那么久了，静文就是你儿子了。门口站着的陆静文跟个木头人似的，他缓缓走进来，咬牙切齿道：妈，你在说什么？静文啊，都是这个女人害的，本来我们家和和睦睦的，你说她怎么那么不安好心，要说出来呀？
不说出来，难道让我一直帮别人养儿子？公公受不了爆发了，他冲上来要打老太婆，后者被陆静文拉了过去。陆静文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位父亲，他哽咽着说：爸，我叫您几十年的爸爸，一纸血缘关系就这么重要，别叫我爸，会气。陆静文呆愣愣地陷在他妈妈旁边，显得无比落魄。离婚，回去就马上离婚，丢死人了。老太婆尖声尖气：你个死老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，难道错全在我身上吗？还不是因为你不能生，又想要孩子。我嫌他们吵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们家的事还是自己回家解决吧。我内心平静，说出来的话更是无比平静。我把人都轰出去了，终于清静了。门外还在吵，公公吵着离婚，马上离婚，你立刻带着你的儿子去找他亲爸，我这容不下他。婆婆哭着求饶：我照顾你伺候你那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就因为静文不是你亲生儿子，就要做到这么绝吗？静文这么孝顺你，就算不是亲生的也胜过亲生的吧？凭什么要赶我们母子走？老太婆一边哭一边诉苦。我唯独没有听到陆静文的声音，估计已经崩溃了吧？她会不会痛哭一场呢？无所谓，我不想知道。人类的悲喜不相通，我觉得他们太吵了。我的生活恢复了正常，每天就是工作休闲的时候和闺蜜喝酒。那天我们去酒吧碰到陆静文，她喝得烂醉如泥，看到我来，陆静文凑上来抱住我。闺蜜嫌弃得要命，怎么会这种人，恶心死了。陆静文含糊不清地哭着：宁宁，我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当年那些美好的事你都忘记了吗？是你追的我呀，宁宁，你怎么会忘记呢？你那么爱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我厌恶地推开他，后者烂醉如泥地靠在卡座上，此刻地看着他很毫无波澜。我不会痛心了，痛心男人就是给自己找罪受。陆静文，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不爱你了，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求复合，我都不会重新喜欢上你的。宁宁，你不要走，我已经和他断干净了，就当我犯一次错好不好？陆静文扯着我的肩膀都捏痛了，她对我拉拉扯扯的，闺蜜看不下去，直接叫保安把她拉走。现在的陆静文堕落成性，天天混酒吧，家里乱糟糟。我怎么会再次喜欢上这种人？法院判决书终于下来了，坚持无过错方原则，名下的不动产都判给了我。再一次见到陆静文是1个月后，他整个人落魄多了。我们公司项目和他们公司合作，他和我对接，此时的陆静文失魂落魄。我不经意问：白子林去哪了？走了，和你离婚后我就和他分手了，孩子不是我的，养着也没意思。哦，我搅动咖啡，心里暗爽。听说你们公司空降的部门主管在追你，陆静文漫不经心说。我点头，看着他落魄的样子，实在想不明白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。当初的少年已经不复存在，眼前只有物是人非。还在相处中，如果顺利的话会考虑一下，我也想有个孩子了。说到孩子，陆静文眼神黯淡下去。你会是个好母亲的。后来我听我妈说，陆静文一家鸡飞狗跳的，钱公公因为被戴了绿帽，气不过要闹离婚，老太婆一直以来都当家庭主妇，不同意离婚，婚自然是离不成。于是钱公公天天出去找乐子，也不着家，回去就和老太婆吵架。老太婆给他戴绿帽子，让他养别人儿子这么多年，他也要给老太婆戴绿帽子。这两人天天吵，
小区里的大妈们天天在传，那老头子都不回家的，就是为了报复你那婆婆，气得她心肌梗塞住院了。我妈叹气说，幸亏离婚了，这种家庭天天吵架都要烦死了。我笑着说，妈，你不会怪我离婚吧？怪你做什么？我要夸奖你，做事很果断，能够及时止损。我眼眶气气的，心头酸涩。仍记得我回家后红着一双兔子眼，我妈见到我绷不住哭了，抱着我叫我乖乖，为什么都不和妈妈说的？我和我妈说，其实不是我不能生，是距离你也要不能生。这几年我妈没少操心我，她生怕我在婆家受委屈，尤其是我编造自己不能生，更让她担心了。有时候她睡不着，就起来烧香拜佛，虽然知道没有用，但只会日复一日祈求保佑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离婚，你会不会觉得丢人？妈妈握住我的手，语重心长，孩子，婚姻如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我们过日子是给自己看的，不是给别人看的。不幸福的婚姻就没必要强撑着，对谁都不好。我趴在妈妈的怀里哭了很久很久，那个曾经年少肆意的我，如今被婚姻折腾得一塌涂地。在听到陆家的新闻，我像个旁观者，静静看着他们分崩离析。某天碰见了钱婆婆，她一下子瘦了10来斤，整个人皮包骨。陆静雯也瘦了很多。我只是礼貌性和陆静雯打了个招呼，便走过了。婆婆看着我的眼神满是憎恨，我冲她微微一笑。不知道此刻陆静雯有何感想。陆静雯彻底失业了，原先那个项目本来和她对接的，后来听说他们公司有人举报她私生活不干净，而且在网上舆论发酵，这种人应该搁以永志。连自己下半身都管不住的人，怎么可能管得住部门的人？建议查干净一点。听说他有老婆的，但是离婚了，婚内出轨。天哪，现在人道德底线这么低吗？那人掌握很多证据，举报他和实习生存在不轨行为，于是他被停职调查了。再后来，我听说他被公司开除了，只能灰溜溜到处找工作。加上他妈妈生病严重，需要很多钱，去贷款贷不上。钱公公整日在外，老太婆生病了他都不去看一眼，人的心硬起来可以六亲不认。那天见到陆静雯十分凄惨，她形单影只站在医院的走廊，身影单薄的仿佛风一吹就倒。但那又关我什么事？我和她从此不过就是路人而已。公司那个新来的同事追求我，但我对于男女关系更加谨慎了，我怕再陷入泥潭之中。他和我说，不要紧，我希望你和我在一起是开心的，而不是有负担。他陪着我去探店，接受我奇奇怪怪的小嗜好，我喜欢收集糖果纸，他就会去买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糖果给我吃，让我收集糖果纸。以前陆静雯只会说我幼稚，这东西有什么好收藏的？原来被人爱着是这种感觉，我已经太久没体会到了。丁克后那几年，陆静雯和我总隔着一层膜，她的好太表面了，以至于后来干脆不装了。那天下着雨，同事来家里接我，我站在门口等他。昏沉的天空下着银针般的雨，他整个人融于夜色之中向我而来。他的手上抱着一束花，花骨朵沾染着湿气，娇艳欲滴。他微笑着递给我，路上碰到卖花的，看见这花一眼就想到你了。我心跳加速，接过他的花，那种被珍重的感觉很好。我和他撑着一把伞一起走，雨渐渐小了，天气变得清朗起来。陆静雯视角，我太想要个孩子了，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居然不能生。当初和宁宁去做体检，
她脸色忧愁，告诉我她不能生。我安慰她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做试管。老公，我不想做试管婴儿，要不我们丁克吧？刚开始我没想那么多，我以为丁克很简单的，可是面对我妈的催促，看见同事一家3口和和美美，我也开始变得贪婪起来。我也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了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和宁宁感情和睦，可感情是说不清道不明。和白子林的相处，我感觉到了久违的恋爱的滋味。我承认是我活该，我变得越来越不想回家，尤其是我想成为父亲的执念。后来，白子林和我说她怀孕了，我高兴得一整天睡不着，每天都在幻想着孩子出生后的日子。我嫌宁宁和我闹，觉得她变得不可理喻了。她和我离婚，我不想被分割财产，于是我求着她。我想着我太想成为父亲了，我的苦衷她应该能理解的吧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不能生的人居然是我。在民政局，她甩出不孕检测报告，我的整个人都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，就好像中了500万的彩票，结果对奖处的说彩票不作效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他要坚持丁克。宁宁是为了我的尊严，为了我瞒了3年的秘密，而我却把所有的错怪在他身上。那天之后，白子林找到我，求我原谅他，可我真的无法原谅他。静文哥，我对你是真心的呀，那一次是我前男友死缠烂打，我没办法才，能不能别抛弃我？我失神地看着他哭，以前觉得白子林哭起来很美，梨花带雨的，现在看着觉得很不耐烦。想念宁宁了，她至少很冷静，不会这样哭哭啼啼的。白子林，你让我怎么原谅你？是想让我当接盘侠？不可能的，我一无所有了，我也不会养着你和孩子的，谁的孩子你就让谁养就行了。那天我和白子林一刀两断了，兴许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报应。我心心念念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，于是我去酒吧买醉喝烂酒。我想起以前每次我喝醉，宁宁都会温柔地替我按摩头皮，她身上的味道很香，淡淡的栀子花香缓解着我的头痛。可这一切的一切都没了。我碰到她了，她好像变漂亮了，更美丽动人了。我拉住她的手，被狠狠甩开了。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蹲在厕所里吐得肝脏都要吐出来了。我看着空荡荡的家里，连口热水都没得喝。半夜我高烧不退，翻看手机记录，好像不知道能打给谁。头痛欲裂，脑子里闪现的东西太多太多，和宁宁的回忆挥之不去，我心一阵阵痛，眼泪控制不住往下流。人为什么会在失去的时候才懂得珍惜？当真是我的报应，孩子不是我亲生的也就算了，连我的父亲也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那一瞬间，我甚至想去死，干脆解脱了多好啊！打击一桩桩一件件来，我又哭又笑，走在半路被当成神经病。我爸执意要离婚，我妈不同意，两人在家天天吵架，逮着对方的痛处戳，每天吵得不可开交。我爸受不了就出门，不回家了，在外面也找了人。我妈气病住院。那天在医院碰见宁宁，我真想上去拉住她的手，求她再看我一眼。再看我一眼，是我不懂得珍惜才坏了这段婚姻。可她很决绝，从她的眼神中我看不见爱意了，很陌生，她看我就像个陌生人一样。我在走阳台处抽烟，一根接着一根，病房里又吵了起来，老头子直接带着人来医院了。老婆子气不过，又和他扭打起来，医院里聒噪不堪，我们都被警告了。我心烦意乱地抽完烟，回到那争吵不休、
永无止境的火海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投稿自己的故事，我来讲述分享给大家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